Civic 马来西亚 C segment 销量冠军。自2001年 Honda Malaysia 推出了第7代的 Honda Civic 1.7 以来，一共卖了超过14万8千辆，平均每一天能够卖20辆 Civic。2016年推出了第10代 Civic， 一共卖了6万6600辆，占了马来西亚 C segment 71% 的市场占有率，可以说是遥遥领先其他的同级对手。2022年7月 Honda Civic 将迎来它的50岁生日，所以从1972年到2022年这50年里面， Honda Civic 都是很多男孩们心目中的 Dream Car。 无论你是男孩、男生、男人还是老阿伯， Honda Civic 都曾经在你心中留下一个位。差别是有些人把它放在无所谓，有些人把它放在神台位。马来西亚人热爱 Honda Civic 的程度可能会超乎你的想象，但你很难想象啊，第10代的 Honda Civic Sedan 它在日本一年只卖出了1600辆，而那个第10代 Civic 在马来西亚一年可以卖超过1万辆。第9代的 Honda Civic 甚至直接消失在日本 market 上面，只有剩下750台从英国进口的 FK2 Type R。 所以这个 Honda Civic 啊，它是马来西亚的 C segment 销量霸主，而 Civic 的成功也间接的压缩了其他 C segment 的生存空间，像 Ford Focus 直接不要卖了， Nissan 的 C segment 也不要卖了，不管是 CBU、CKD 他们就是不要做 C segment Sedan 或者 C segment Hatchback 了，只剩下从泰国进口的 Corolla Altis 和日本进口的 Mazda 3。但这两款车其实都不是 Civic 的对手，因为他们的售价或者说他们的 spec 都不够 Honda Civic 来。所以马来西亚人为什么这么喜欢 Honda Civic？ 是因为它的空间比别人大吗？还是因为它的马力比别人多？那我自己觉得呢，马来西亚人喜欢 Civic 最大的因素就是在于它给人家一种年轻有为的感觉。特别是啊，当你从一台国产车你换上了 Honda Civic 过后，你马上就会有一种好像人生胜利组的感觉。我20出头或者我30岁，我驾一辆 Civic， 好像就是你在社会已经达到了某种阶段。当然 Honda Civic 一开始的对手可能是 Corolla， 可能是 Mazda 3， 可能是 Ford Focus， 可是来到2022年 Honda Civic 的对手呢，其实已经不再是 C segment 了，因为你看它的 market share 已经来到60-70%， 非常高。因为现在这个 Civic 呢，顶配款的啦，它是卖145千到150千，这个价钱呢，你已经能够买到很多的 B segment SUV， 就是比它小一个 segment， 但是更加的灵活，而且是高车嘛，大家都想要买 SUV。所以今天这集呢，我除了要介绍 Civic 之外，我也要大概分享一下，很多人都在问的 HRV 跟 Civic 到底哪一个比较好，因为他们的价钱可能会非常的接近。我现在这一家人准备从 KL 去到槟城，所以在 Highway 叫做 Honda Civic 呢，你会觉得整个人比较有安全感，因为它的隔音、它的整个 steering 的表现等等，你都会觉得它让你有安全感。但就是差在它的这个大压的噪音会比较大一点，因为现在这个用的是 Michelin PS4 的大压嘛。那你说风切声的话，其实还好，有不过不明显。当然这个 Honda Civic 我不可能只是在 Highway 介绍它，所以我现在要切换去我前几天驾这个 Civic 在云顶山路上面的试驾片段，所以那时候我还没剪头发啦，现在头发刚刚剪。记得订阅 subscribe 这个频道， follow Instagram account， like Facebook page。 Let's go。 HRV 还是 Civic， HRV 还是 Civic， 每天都有人问我到底要买 HRV 还是要买 Civic。 那你认识我你就知道了，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会鼓励你拿更长的轴距。你问我 B segment 或 C segment， 100% 我会叫你拿 C segment。 你问我 C segment 或 D segment， 100% 是 D segment。 你问我 D segment 或 E segment， 那肯定是 E segment。 因为轴距越长的话，车子一般上都会来得稳定。而且这种2735mm 的车子呢，这种 C segment 车子通常后面都会用锚地令。说锚地令呢，它就是一个独立的悬挂，特别是在遇到烂路高速行驶的时候呢，后排乘客跟驾驶者都会觉得比较 stable。所以这个 Civic 呢，它的腿部空间 OK， 这边算是就是比CD Sedan 比 HRV 还要来得长，这边
还是有一个拳头啦，不过坐起来是椅背也够斜，不会很直。那虽然它没有 HRV 的那个什么 Magic Seat 或 Ultra Seat 啊 whatever， 但是你坐的时候还是很舒服。只是说你要挑剔的话，就是它没有那个什么手动的遮阳帘，然后后面也没有遮阳帘，但是这边有一个 armrest， 2个杯架，2个冷气出风口，然后还有2个 USB 的接口，不过就不是 Type C 的。它虽然没有什么 Bose 音响，不过它讲它都有8个 speaker 啦。有 subwoofer 嘛？这样看是没有啦。你如果要载人的话，肯定是 Civic， 毫无疑问。甚至你说别的细节们也不够 Civic 大。但如果你强调的是两公婆或者孩子还小的话，那 HRV 是比较灵活，所以 Civic 就赢在它比较宽敞。而且你注意看啊，我的这个后脑勺这边它还有一个小窗口 ，OK， 所以它的整个采光，当然这辆车有黑色丁的啦。它整个采光就会比 B segment 的 SUV 或者 B segment 的车子还要来得好，所以不要再问我 HRV 还是 CV 了。就像我在网上有问人家的，到底是 B 罩杯比较好还是 C 罩杯比较好？你自己知道答案就好了，没有不是说最大就最好，对不对？坐在 RS 版本的 Honda 里面，就像坐在 M Sport 版本的 BMW 里面。说 RS 版本在 steering 上面有红色的缝线，椅子这边用的是 Half Leather， 一样有红色的缝线和 Ultra Suede 的，好像 Alcantara 这样子的材质。虽然这个 Civic 有8项调节的电动座椅，但它不像 Honda Accord 这样子有 Lumbar Support 腰部支撑的功能。这个第11代的 Civic 呢，它采用了 Man Maximum Machine Minimum 的这个设计语言，就是符合人体工学，同时又非常的简洁，有钢琴烤漆、风网造型、银色的边，还有这3个旋钮用来调整。这个是冷气要吹哪里，这个是风扇的大小，这个是冷气的温度。这块荧幕呢是一个9寸的 Touchscreen， 但是这边一样给你 Button， 我觉得比较好，因为如果你全部是 Touchscreen， 有时候你很难第一时间去摸它。这个9寸里面支援 Android Auto、Apple CarPlay， 非常的好用，非常的实用。然后你显示 Google Map 的时候，仪表板也会跟你指东南西北，不东南西北，就是往左往右都会透过这边显示，不过它就不能够投影整个 Google Map 啦。OK， 那个要 BMW iDrive 8.0 才可以。如果你使用 Spotify 的话，这边也会显示你正在聆听的歌曲，只是它没有办法显示中文。那不过 Cocomelon 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但我们回到它的实用性方面啦，我自己当然是觉得有旋钮会比较好，就是好像 Mazda 好像 BMW 这样子。但 Honda 的这个呢，它的荧幕特地拉到很前面，所以变成你的手的距离是算是触手可摸、触手可得了的啦，所以还不错。然后我自己最 surprise 的是呢，这个新的 Honda Civic 啊，你去它的vehicle setting 这边呢，通常这一块荧幕呢，它都会跟仪表板分开来，就这个是 Entertainment System， 这个是 Infotainment System。可是在这边你可以看到它有 Driver Assist System Setup， 所以你可以好像马自达这样子啦，你可以调整 ACC 要怎样，你的这个 Route Departure Mitigation Setting、Lead Car Departure Notification System， 你要 Normal 还是 Early， 全部可以透过这边调整。再来它还有这个 Meter Setup， 还有 Key Access Setup。再来就是 Lighting System， 你的 Auto High Beam 你要透过系统里面去开还是关都可以。然后它的 Timing 啊，还有你的 Door、Window 等等，还有 Maintenance Info 你都可以透过这边来调整。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让 Honda Civic 直接直逼 Volkswagen、Mercedes、BMW 这样子的欧系车。但是这个 Vehicle Setting 的页面啊，只有处于 Parking Mode 的时候才能进去。然后这边有 Drive Mode，然后 Eco Mode、Normal Mode、Sport Mode， 还有 Electronic Parking Brake 和 Backhoe、Pedal Shifter 换挡拨片 ，Everything 就是非常的高级啦。我们可以看到新的美国版的 HRV、中国的 ZRV， 还有新一代的 CRV 都会采用这样子的设计语言。想一样的东西，它讲它就讲，只是尺寸 scale 上面有一点不同罢了。只是说美中不足的就是马来西亚版本的这个 Civic 呢，它不是全电子仪表板，只是左边有一个7寸的 TFT 显示屏，里面可以给你看这些主动式安全辅助系统，像 Honda Sensing 的部分功能都可以透过这边来显示。但你要鸡蛋里面挑骨头的话，就是它没有 Bose 音响，它没有360度摄像镜头，它没有玻璃天窗，够阿密啊，它没有 Blind Spot Information System。这个在美国有，在日本有，可是在东南亚，特别是亚洲，日本也是亚洲嘛。总之就是在我们这个 region， 一般上 Honda 不会给你 Blind Spot Monitoring， 所以这个东西你要买到 Corolla、买到 Mazda 3才有给你。虽然少了 BLIS， 但是 Honda 多了一个非常实用的 Lead Car Departure Notification System， 简称前面的车走了不要再按了系统在你被人家 horn 之前，让你自动自发的踩油走。
再来 Civic 还有对手们没有的 Honda Lane Watch Camera 盲点监视系统。我知道网上一直有人在争论说，到底 Mazda 3比较 ADAS 还是 Civic 比较 ADAS。你问我的话，肯定 Mazda 是另外一个 level 了。OK， 我不可以讲它好不好，不过它真的是另外一个 level 了。Civic 真的是不用跟它来，但不表示说 Civic 不好，它已经在它的这个价位，它在它的这个能力范围里面给到你最准的东西了啦。如果要跟最新的 Accord 比的话，这个 Accord 比 Civic 多了360度全景摄像镜头、Wireless Charger、Memory Seat 和4项调节的副驾驶座椅，而且 Accord 也比 Civic 多了 Subwoofer 重低音喇叭，但 Accord 的座椅看起来就比较沉闷一点。Yes， 第11代 Honda Civic 的 On Road 试驾终于来了。CVT 的交响曲，倒序。你现在听到了大概是4000到5000转左右的这种引擎声浪，加油！倒shift。哇！在 track 上面加跟在1号牙真的是有很大的不同。这个 Civic 1.5 VTEC Turbo 呢，它有180 horsepower 和240 Nm。如您所听见的，它用的是 CVT 无段式变速箱，而不是市面上很多欧系车款会用的什么 Dual Clutch Transmission， 还是Torque Converter 的 Automatic Transmission。OK， 我们等前面那个车子走先，加油！这个 RS 版本的 Civic 啊，它用的是18寸的轮圈啊，然后它的尺寸是不小啦，它是23540 R18， 用的是 Michelin 的 PS4 轮胎。必须老实讲啊，这个新的11代 Civic 啊，它的 handling 表现真的是好到你没有办法去相信啊！我没有大炮，我没有吹牛，它的这个 steering feel 啊，真的给我有一种 BMW 3 Series 的感觉。整个车子啊，在扫 corner 的时候很 predictable， 你懂吗？它的 cornering 啊，指向性，哇，一流啊！我很 surprise 懂吗？因为之前我在蛇棒驾这台车子的时候呢，其实蛇棒这个东西有一点怎么讲？有点不太符合现实啦，因为蛇棒的路这么好，这么大条 corner 这么斜。什么车进去车棒都好像很厉害这样子的，可是你来到公路啊，来到这种一般的道路呢，哇，你就真的知道这个 Civic 啊，不是盖的它的这个 cornering， 它虽然是一辆平民版的 Civic， 可是当你带着速度入弯，
带着速度出弯的时候，你真的会有一点点驾着 Type R 的 feeling。因为你看现在这台车子虽然是 1.5 VTEC Turbo 啦，可是它已经能够做到180个 horsepower 了。我们讲很久以前的 Civic Type R 大概也是在200匹上下左右这样子罢了。所以我觉得140多千你要找到像 Civic 这样子的 handling 的 feel 真的是不容易找到啦。当然如果你讲个车没有贴背感，讲求的是 smooth 顺起，没有顿挫感，没有挫不挫，踩油它就这样子，就是怎么讲，淡如风这样子，就这样子飘过去了。OK， 那你讲同级对手来讲的话，其实有一点难比啦，因为 Mazda 3有 GVC 加起来 OK。但马自达的那条达亚，我之前驾的啦，原厂达亚完全 handle 不到云顶的路啦。Toyota Corolla 的话，因为那个 1.8 NA 我还没辣啦，它操控是很好的 ，TNGA 你没有得嫌了的，但是就在山路上面会吃力一点点。而且这个 Mazda 3它用的是torsion beam， 虽然 Mazda 的 torsion beam 是刚性非常的好，不过Civic 的 Multi-Link 多连杆的这个独立悬挂应付这种叮叮咚咚、叮叮咚咚、叮叮咚咚的路它会比 torsion beam 还要来得舒服。所以你讲轴距的话，这个 Civic 是2735mm，Mazda 3是2725mm，Corolla Altis 是2700mm， 柴油。哇，这个 CVT 的声音是哇很阿达啊，不是那个很阿达啊，是那个很阿达啊，you know what I mean 你知道 Honda 的工程师说他们的 benchmark 他们就是因为每一台车子在研发的时候一定会用一些比自己高 standard 一点点的车子来做一个 benchmark 嘛，所以 Honda 有讲说他们是把他们的目标设定在好像 Audi A3、A4 或者是 Golf 这样子类型的这个车子。所以很多人就会讲那你好意思哦，那你可以讲 Civic 可以跟这些 Audi Volkswagen fight， 可是人家不是那个意思，人家是你要做一个东西，你一定要把自己的 standard 怎么讲？你现在你要卖 burger， 你一定要讲我要好吃过 McD 蹦这个比喻对不对啦 ？something like that 啦。我相信没有多少个人会怀疑说 Honda 会不会造车Honda 会不会打造 racing car，Honda 会不会做 performance car， 我们都看到了的 Civic Type R、FK8、NSX。还有各种这种在赛车领域上面的表现，只是说每一个 product 在开发的时候呢，原厂一定会有给他一个 budget 的。OK， 现在我有这笔钱，我要开发 Civic， 所以我不可能把 Rambo brake 放在前面的嘛，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也不可能把 Adaptive Suspension 加在 Civic 里面的嘛，因为到最后这个车子它是 mass market 来的，你要卖给很多人，所以你就只可以在原厂给你的这个 budget 里面去开发这台车子，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我的意思是 ，Honda 已经有那个 recipe， 那个怎么打造出一辆高性能 CV 的 recipe， 只是关键在于它有没有这个开发成本，然后它开发过后你要不要买，对不对？哦，这个车这么慢。老实讲不是说这个 Civic 它会使还是不使。2号牙，不是说它会使还是不使是当你去到刚才那个情况的时候呢，它会一直在你的耳朵旁边讲搞料，妈来了，搞料，我被他喊了，它会给你这个感觉。At this moment， 你知道说 OK，let's take a break 这样子。Civic 真的是让我有一种五味杂陈的感觉。又到了我们做 conclusion 的时候，给我一个不要买 Honda Civic 的理由，不要多，就一个 CVT，that's all。
它的这个售价从125千到145千左右 ，of course 这个是没有 SSC 的价格，但以这样子的价格呢，150千里面有180个 horsepower， 还有 Honda Sensing 主动式安全辅助系统，而且 Honda Sensing 几乎是标配啦，你买到最 low spec 的也是有。So 你要挑剔它真的是鸡蛋里面挑骨头，吹毛求疵了。不过如果你真的要硬挑它，比如说它没有什么 adaptive 的 LED 大灯，它没有 adaptive 的 suspension， 它没有360度全景摄像镜头，它没有玻璃天窗，你想得到的它都能够找到一些东西让你没有这么满意的。可是我觉得真的还好，这个 Civic 无论是你自己驾，你要载人、载家庭等等，我觉得真的我要找东西挑剔它都好像就是对它有偏见这样子啦。它的外观造型可能我自己不是这么满意啦，特别是在它的车尾部分，我甚至觉得第10代的 Civic 还好过这一代的。所以还没有订阅这个频道的朋友，记得订阅 subscribe 我的频道，也欢迎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 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And 你对 Civic 有什么看法，也欢迎留言，或者你已经是 Civic 的车主了，欢迎讨论。Let's move on，cut。我现在在濒危大桥上面了，说我刚才是从 B 界直接驾到来这边，我中间没有停任何一个休息站，说我1个里程能够走15.3公里，我觉得是相当省油的啦。所以现在油缸告诉我用了半缸，然后还可以走185公里，所以我觉得 1.5 Turbo 180匹走 highway 这样还好，因为我一路上其实我也没有驾很慢，不过我也没有驾很快，因为你知道我车上载着这样多人这样多行李，然后一路上交通也不是说特别繁忙，今天是星期天的早上嘛，所以可能塞车的话我会驾比较快啦，因为你要搁车嘛，那没有什么车就不用驾这样快咯。所以驾了我看有3个多小时过后，我其实是屁股有点痛啦，因为我的问题啦 ，OK， 我的臀部的肉不够多去支撑我跟这个椅子，变成我会觉得屁股很酸这样子啦。那腰部倒还好，虽然他讲他没有 lumbar support 啦，所以腰没有问题，只是屁股有点痛。然后基本上你走 highway CVT 不 CVT 这个东西真的是就还好罢了，因为你不用一直加速减速嘛，你就是维持在一个速度罢了。轮胎的噪音有一点，不过你知道吗？你走了2-3个小时，你有忘记掉那个噪音啊？因为一直存在的东西，你不会嗅到它臭啊。就好像你一直在一个榴莲房里面，你不会觉得它臭啊，直到你出去，你再进来，你就会觉得怎么这个房间这样多榴莲味了。所以为什么这次来槟城呢？就是要去巴雷布劳住上1晚，因为要在那边吃榴莲。So let's move on。Batu Ferringhi 到巴雷布劳的这一条山路，也就是 Jalan Teluk Bahang， 你是没有办法在上面开得非常快，因为这个路非常小条，而且对面一直会有车刺到你的 lane。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并不会感觉到它的 CVT 很潮，因为你的 RPM 也大概就是2-3千转而已。所以如果你开得不快的话，这个 CVT 的噪音是完全感受不到的。当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走在这一条巴雷布劳的山路，当然就是要去品尝榴莲。能够在榴莲吧里面吃榴莲，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因为你能够吃到非常新鲜的榴莲。回程的路上下起了倾盆大雨，但好在这个 PS4 打压的排水性能不错，变成有时候我在高速过弯的时候，它还是能够让我非常安心的出弯。离开槟城的时候，我们走的是槟城第2大桥，我觉得在这条路上开车真的是非常享受。